1944年6月6号凌晨，盟军先头部队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数百万盟军如潮水一般涌入法国，成功开辟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除了在前线英勇作战的官兵外，还有一些在幕后工作的英雄。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诺曼底背后的间谍战。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1944年6月9号，诺曼底登陆战打响3天后，德军在奥马哈滩头的美军军官尸体上搜索出来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方案，明确表明了他们准备在诺曼底登陆。而当作战方案被送到德军统帅部的时候，德军情报部门主管之一的罗恩纳少将对作战方案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是盟军耍的把戏，他们在英国的优秀间谍早就把盟军在加莱登陆的计划发送了过来。他不知道这就是盟军的把戏。在1943年12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就为了保证诺曼底登陆的顺利，制定了相关的欺骗措施，由多个情报部门联合盟军制定了代号为杰伊的计划。1944年1月，杰伊计划改为卫士计划，有人负责搞清楚诺曼底的防空设施，以便于空降部队行动；有人负责搞清楚诺曼底德军的兵力部署。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德军指挥部相信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不过是佯攻，真正的登陆地点是在法国的加莱。安森豪威尔派出了欺骗专家美国陆军上校怀尔德协助执行计划。计划负责人比万在1944年1月访问苏联，和苏联情报机关联手制造进攻挪威、瑞典的假象。英国在爱丁堡建立起了所谓的第4集团军群司令部，和苏军的虚假司令部进行联系。德军的情报机构很快侦查出来这个假司令部的位置，并派出飞机轰炸。英国则是继续配合他们演戏，不断给驻扎在苏格兰的部队送去物资，并且进行滑雪训练，一副拉开架势要和德军开战的样子。BBC 同时还在对挪威和瑞典的广播中要求两国百姓做好防空准备，轰炸马上就要来了。德军相信了这些，在两国布置了13个师应对敌军进攻。这13个师到战争结束都没有离开挪威和瑞典，心心念念的轰炸一直没来，心里慌的一批。除了这个，比万和他的团队还和双面间谍们继续演戏，让德国彻底相信诺曼底就是个幌子。当时的英国情报部门的工作十分优秀，当然是对于德国方面，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大部分都被识破了，主要是因为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度量衡、货币这些都不一样，德国间谍很难开展工作。英国同时找机会策反德国间谍，让他们成为双面间谍。其中有4位德国情报机关深信不疑的特工，代号分别是加宝、珍宝、三轮车和布鲁斯特。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加宝间谍。加宝全名为胡安·普约尔·加西亚，他并不是被策反的德国间谍，他是西班牙人。在2战初期，他曾经2次投靠英国，希望为了对抗纳粹做出贡献，但是都被拒绝了。除了大英帝国的傲慢外，还有一个原因，多年前的西班牙内战虽然是内战，但是交战双方分别是共产主义和纳粹，两者都是能要了英国命的主，招西班牙的间谍不是自寻死路吗？遭到拒绝的加西亚突发奇想，既然不能为盟军帮忙，那就去给德军捣捣乱也是可以的。于是他就去投靠了德国情报机关，这次成功了，他的上线给了他活动资金和电台，让他好好干。加西亚没去英国，而是去了葡萄牙。聪明的加西亚在报纸和杂志中获取英国的消息，再加以奇思妙想，给他的上线回复。巧的是，他前2次的消息误打误撞蒙对了，准确到英国情报机构以为自己内部出间谍了。后面编不出来的加西亚去投靠了美国，美国对他十分的重视，并马上告诉英国情报机构不要再自查了，人已经找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现了个大眼，好在他们很快配合加西亚给德国传递假情报。其实也不算是假情报，只是过时了或者稍微有些偏差，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拖延情报，有时也会给些没有价值的真情报，以加深德国方面对加西亚的信任。比万认识到了加西亚的重要性，他这种级别的间谍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加西亚用他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一张并不存在的情报网，他一人用各种职业的语气和语法向德国发送情报，而且情报数量十分的多，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是航空邮递的话，
虽然航空邮递上的邮戳显示加西亚在行动之前就把消息传递出去了，但是邮件会因为各种原因失去时效性。而当时德国情报机构因为希特勒非常不满意他们的行动，派盖世太保接收，但两边接收的是一塌糊涂。登陆行动开始后，德军才发现这份情报，他们对加西亚十分抱歉。加西亚于是又告诉了他们一个情报：诺曼底的登陆只是假象，盟军还是会在法国加莱登陆的。德军把重兵布置在了加莱，在登陆时减轻了盟军的压力。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西亚在德国人那里声望十分高。在1944年7月，他被授予了纳粹铁十字勋章。在行动后，英国为他秘密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在战争结束后，他本来还想去苏联浪一圈的，但是在他和德国的接头人聊天时改变了想法。还好他没去，要是真去了，那就真完蛋了。因为他在英国的接头人就是苏联的间谍。在加西亚行动的时候，英国其他的情报组织也在行动。1943年7月，英国一个代号繁荣的抵抗运动小组因为被内奸告密，数十名人员被捕。盖世太保威胁被捕的繁荣小组成员继续和英国总部保持联系。小组成员们本来想通过和总部联系的时候把他们被捕的消息传出去，但是总部却对他们的消息置若罔闻，依然把空投的武器物资经费投在了盖世太保要求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特工因为此事暴露了，落入了盖世太保手里。在监狱中，这些因为总部被捕的特工受到了严刑拷打。一般这种特工都会随身携带毒药的，以便在受不住刑罚时候自杀。但是不管是后来投放的特工还是繁荣小组的成员，他们用来自尽的毒药都是无毒的。他们十分的失望，在盖世太保的层层逼问下，严刑拷打之下，他们终于撑不住了，把盟军登陆的消息和自己的任务说了出来，说自己是要袭击德军在加莱的指挥部、通信中枢、岸防炮和供电系统，以配合盟军的登陆行动。盖世太保对这些严刑逼供下才说出来的情报深信不疑，毕竟谁会费那么大的力气隐藏假情报呢？于是便把盟军要在加莱登陆的消息传递了出去。事实证明，还是有不畏生死的勇士的。从一开始的告密者开始，就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意思，以此获取德国信任，打入他们的情报机关。那些武器物资和人员也是为了这次掩护行动做出的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没有价值后被盖世太保处决了。在二战还没结束时，英国就派出大量人员寻找幸存者，并且为他们追授勋章。事实证明，英国也不是所有时候都不当人的。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